2011年5月2日，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漆黑的夜色中，两架经過特殊隐身改装的黑鹰直升机，悄无声息地悬停在一座看似普通的院落上空。全副武装的海豹6队队员神兵天降，几十分鐘就完成了任務。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这群特战精英身上。然而，海豹队员手里拿着那把看起来像 M4， 但又似乎不是 M4 的步枪。它有着 M4 熟悉的轮廓，卻流淌着德國的血液。它解決了困擾美軍幾十年的娇氣毛病，能在泥漿裡打滾，能在水下前行。它就是特種部隊的新寵，步槍界的勞斯萊斯 HK416。為什麼美軍放着自家造了幾百萬把的 M4 不用，非要花大價錢去買一把德國槍？這背後究竟是 M4 真的不堪大用，還是德國人的營銷做得太好？而在如今這個氣吹式步槍技術突飛猛進的年代，這把稍微有點歲數的 HK416 還是那個不可戰勝的王者嗎？今天就讓火力軍帶大家扒開這把名槍的外衣，看看它的肚子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要講清楚 HK416 為什麼會誕生，咱們得把時鐘撥回到上個世紀，甚至要一直撥回到越南戰爭的泥濘叢林裡。如果你看過那個經典的老電影，肯定對這一幕不陌生。美國大兵在激烈的交火中，突然瘋狂地拍打着自己的 M16 步槍，臉上寫滿了驚恐。為什麼？因為槍卡殼了。這就是 AR-15 家族娘胎裡帶出來的毛病。它的設計師尤金·斯通納搞出了一種叫氣吹式導氣的結構。這玩意兒吧，你說它先進，它確實先進，沒有複雜的活塞桿，子彈發射後的火藥燃氣直接順着一根細管子吹回機匣，推動機槍後座。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零件少，重量輕，後坐力柔和，精度還特別高。但壞處嘛，就是有點不講衛生。高溫高壓還夾雜着火藥殘渣的髒氣，直接噴到了槍機最核心的運動部件上。時間一長，積碳就像血管裡的血栓一樣，把槍機糊得死死的。再加上火藥燃氣的高溫會迅速蒸發掉槍機上的潤滑油，一把乾澀髒污的步槍在生死攸關的戰場上就是士兵最大的噩夢。時間來到90年代，戰場從叢林變成了城市、沙漠和室內。特種部隊的需求變了，他們不需要那種又長又笨重的 M16，他们需要短小精悍的卡宾槍，方便在狹窄的走廊和房間裡突突突。於是 M4 卡賓槍，特別是專門為近距離作戰改裝的短管 M4 成了主流。但這又帶來了一個新問題，原本的氣吹式系統是按照長槍管設計的，槍管變短了，導氣孔離彈膛更近了，這導致回吹的氣體壓力變得極高且極其暴躁。這就好比你原本是用吸管喝可樂，現在突然換成了高壓水槍往嘴裡呲，槍機的後座速度快得嚇人，抽殼鈎拼命地撕扯彈殼，零部件磨損速度成倍增加。更要命的是，如果你想装個消音器去搞偷襲，那你就完蛋了。消音器會增加背壓，讓更多的髒氣噴回機匣，射手開起槍，臉上就會被噴一臉的火藥渣子和廢氣，那酸爽誰打誰知道。就在美軍特種部隊對着手裡的 M4 卡賓槍又愛又恨的時候，一個關鍵人物登場了，他就是三角洲部隊的傳奇老兵，輕武器專家拉里·維克斯。拉里·維克斯這人是個實幹派，他看着戰友們手裡的家伙事兒，在關鍵時刻掉鏈子，心裡急呀。他想要一把槍，既要有 M4 那種極其順手的人機功效，又要有 AK47 那種扔進泥坑裡撿起來還能打的可靠性。他和德國的黑克勒·科赫，也就是咱們俗稱的 HK 公司的工程師吉姆·沙茨一拍即合，他們的思路非常清晰，保留 AR-15 那個完美的下機匣和操作邏輯，把那個氣吹式上機匣給換掉，而這一換就換出了 HK416 的靈魂——短行程活塞導氣系統。這個系統後來被很多步兵使用。如果你拆開 HK 自家的 G36 步槍，或者看看當年英國那把令人頭疼的 L85，都使用了這個系統。簡單來說，就是火藥燃氣不再直接吹進機匣了，而是在槍管上方推動一個活塞桿。這個活塞桿向後猛地一頂，撞擊槍機框，推動槍機後座。這看似簡單的一改，卻是天壤之別。第一，髒氣被隔絕在槍管前方，機匣內部那是相當的乾淨，哪怕你打了幾千發子彈，拆開槍機，裡面的潤滑油還是濕潤的，幾乎沒有積碳。HK 的工程師曾經拿着一把樣槍打了26000發子彈，沒有任何結構性損壞，而且幾乎不用怎麼擦槍。這對於在野外作戰、後勤補給困難的特種兵來說，簡直就是神蹟。第二，這也是海豹部隊最看重的一點，出水即射能力。大家可能在電影裡見過，海豹隊員從水下潛游出來，立刻舉槍射擊。
如果是傳統的 M4，這時候絕對會炸膛，因為氣吹式導管裡灌滿了水，一開槍，巨大的壓力無處釋放，直接就把導氣管甚至機匣給撐爆了。但 HK416 沒有那個該死的導氣管，它的活塞結構讓它具備了極強的排水能力。海豹隊員從水裡冒頭，甩一下水，扣動扳機，子彈就出去了。這對常年跟水打交道的2棲特種部隊來說，是無可替代的保命技能。起初 HK 公司很耿直，直接給這槍起名叫 HK-M4， 那意思很直白，我這就是德國造的更好的 M4。 但大洋彼岸的科爾特公司不幹了，科爾特手裡攥着 M4 的商標權，一看德國人來搶着飯碗，反手就是一個起訴。HK 公司沒辦法，只好改名，既然是 M4 和 M16 的結合體，那就叫416吧。於是，一代傳奇 HK416 就此誕生。2005年，第一批 HK416 正式下線，最先拿到這批貨的正是三角洲部隊和海豹6隊。這些處於金字塔尖的特產單位一上手就直呼好用。以前用 M4 的時候，尤其是那種10.3英寸槍管的短 M4， 為了保證可靠性，那是得把槍當祖宗供着的。勤擦槍，勤上油，還得擔心緩衝气体的配重，對不对？現在用了 HK416， 怎麼造都行，裝上消音器沒問題。活塞系統天生對北壓不敏感，不會噴你一點氣。連續全自動射擊壓制沒問題，槍機是冷的，不會因為過熱導致故障。這簡直就是給特種作戰量身定做的大殺器。隨着海豹6隊在海神之矛行動中大獲全勝， HK416 的名聲一夜之間傳遍了全球。它不再是某個小圈子裡的秘密武器，而成了各國特種部隊爭相採購的先進武器。挪威軍隊成了第一個全軍換裝 HK416 的國家，緊接着是法國，他們拋棄了自家用了幾十年的法蘭西號角 FAMAS， 全軍換裝 HK416F， 甚至連美國海軍陸戰隊也眼饞了。但陸戰隊畢竟不是特種部隊，沒那麼多經費直接換槍，而且國會老爺們也不批。於是陸戰隊玩了一手暗度陳倉，他們說我們需要一種自動步槍來替代部分 M249 機槍，作為班組支援火力。於是他們採購了 HK416 的重槍管版本，命名為 M27 IAR。結果買回來一看，這槍太好用了，精度高，可靠性好。陸戰隊一拍大腿，這還當什麼機槍啊，全員配發。就這樣，美國海軍陸戰隊成了美軍常規部隊裡第一個大規模列裝 HK416 衍生型號的軍種。把陸軍那幫還在用 M4 的士兵羨慕得夠嗆。當然 HK416 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也在進化。最初的低型虽然經典，但也有那個年代的局限性。比如它那個標誌性的4面皮卡丁尼導軌護木，它雖然堅固的像根鋼筋，能把瞄準鏡、激光指示器裝得穩穩當當，但也確實沉。而且要拆這個護木，還得用專門的螺絲刀，這在戰場上其實挺麻煩的。後來為了適應不同國家的需求， HK 推出了 A5、A7 等改進型號。A5 型可以說是集大成者，它加了個可調節的導氣旋鈕。這玩意兒有什麼用呢？當你裝上消音器的時候，或者槍特別髒的時候，你可以手動調節进氣量，保持槍支運行在最佳狀態。它還改進了彈匣頸的角度。早期的416比較挑彈匣，只能吃鋁制彈匣或者 HK 自家的鋼彈匣，美軍那種 PMAG 塑料彈匣塞不進去。A5 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做到了真正的不挑食。此外，雙側的快慢機、彈匣釋放鈕讓左撇子射手也能無縫銜接。到了最新的 A7 型，它甚至放棄了 HK 祖傳的厚重護木，換上了更輕便的模塊化接口。雖然這又是 HK 搞的一套非主流標準，但也算是為了減重做出了妥協。講到這裡，大家可能覺得 HK416 就是完美的化身，是步槍界的終極答案是吧？且慢，火力軍得給大家潑點冷水。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武器， HK416 也一樣。它最大的缺點其實就來源於它的優點。那個讓它無比可靠的活塞导气系統，也是它被吐槽最多的地方。首先是重，比起只有一根吸气管的 M4， HK416 多了一整套活塞桿、活塞頭、附近簧，而且為了承受活塞撞擊帶来的应力，它的上机匣必須加高加厚。那個4面导軌護木也是為了保證激光瞄準距的歸零精度做的死沉死沉。這就導致 HK416 拿在手裡，你會明顯感覺到头重腳輕。對於那些需要在山地巡邏、長途跋涉的步兵来說，多出來的這幾百克重量壓在手臂前端，那可是實打實的負擔。你可以想象一下，端着一把哑铃在前面跑一整天是什麼感覺。其次是后坐力，气吹式的 M4 后坐力是非常柔和线性的，就像有人輕輕推了你一下。而 HK416 的短行程活塞，它是撞一下，那種感覺更銳利、更生硬。雖然對於壯漢來說這不算什麼，
但在快速連發時，槍口的跳動確實要比 M4 難控制那麼一點點。更重要的是，時代變了 ，HK416是2000年代初的技術產物，那個是氣吹式 M4 確實不太靠譜的年代。但在這20年裡，氣吹式步槍也在進化。現在的特種部隊，比如海豹6隊自己，最近又開始換裝諾維斯克 N4 這種高端的氣吹式步槍了。為什麼？因為材料學進步了，加工精度提高了。現代的高端氣吹槍已經解決了大部分可靠性問題，而且它們更輕，重心更平衡，後坐力更小。英國陸軍新選的 KS-1步槍也是走回了氣吹式的老路。英國著名轻武器專家喬納森·弗格森就直言不諱，除非你需要那種極端的把槍埋進沙子裡或者泡在海水裡還需要立刻開火的能力，否則一把保養得當的现代气吹式步槍在重量和射击手感上其實是優於 HK416 的。所以現在的局面很有意思，常規部队因為看重那種傻瓜式的耐用性，還在大規模列裝 HK416 及其衍生型，而最頂尖的那一小撮特種部队為了追求極致的輕量化和射擊手感，反而開始回流到气吹式步槍的懷抱。這就像是一個輪迴，雖然在特種部隊的小圈子裡 HK416 的地位受到了挑戰，但在另一個戰場電子遊戲裡，它可是無可撼動的版本之子。從戰地系列到使命召喚，從硬核的逃離塔科夫到大众化的絕地求生，只要是现代射擊遊戏，要是沒把 HK416，那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在遊戲裡，它往往是高等級玩家的象徵，射速快，後坐力好控，完配之後如同激光槍一般指哪打哪。這其實也是一種文化輸出，因為在這20年裡，所有最精銳的部隊，所有最經典的行动照片裡出現的都是這把槍。它已經不僅僅是一件武器，它成了精銳、專業、高科技的代名詞。甚至在許多玩家和軍迷心中， HK416 就是步槍顏值的巔峰。那厚實的護木、充滿機械美感的导氣座，還有那個標誌性的槍托，都散發着一種德國工業特有的冷峻和精密。但現實往往比遊戲更骨感。HK416 雖然好，但它那個高昂的價格可是實打實的勸退。一把 M4 採購價可能只要幾百美元，一把 HK416，哪怕是批量採購，價格也得翻好幾倍。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陸軍主力至今還在用 M4A1 的原因。不是不知道 HK416 好，是真換不起啊！幾百萬支槍的缺口，再加上配套的零件、培訓，那是個天文數字。所以 HK416 注定只能是富人的玩具，要麼是特種部隊這種不差錢的單位，要麼是像挪威這種軍隊規模小但預算足的國家。回過頭來看 HK416 的出現，是輕武器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在最恰當的時間解決了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它證明了，即便是在 AR-15這個已經被挖掘了半個世紀的平台上，依然可以通過天才般的設計激發出新的生命力。它不僅僅是一把槍，它是美德混血的工業結晶，是戰爭中那把最锋利的尖刀。它見證了特種作戰從叢林轉向城市，從大規模作戰轉向精確獵殺的全過程。雖然現在的它面臨着更輕、更現代化的競爭對手的挑戰，雖然它的重量開始被新一代士兵抱怨，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當你看到新聞畫面裡那些身穿頂級裝具從直升機上所降而下的特戰精英時，他們手中握着的大概率依然是那把 HK416。好了，關於這把特種部隊的御用神器 HK416 的故事，火力軍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火力軍本期內容，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我們下期再見。